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在上一集呢，我们前去了印尼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瑰宝，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单体建筑，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普卢佛图。今天呢，我们就要前去的是与之相互辉映的印度教建筑普兰巴南。普兰巴南这个景点呢，一样是位于日惹的市郊。那通常会来到此处的游客呢，会选择包车的模式，然后呢，接续着早上的普罗佛图的行程。但是如果说大家的时间比较赶，或者是说非常想要去好好了解这里面的建筑群的话嘛呢，其实我是蛮建议可以把它拆成独立的2天哦，因为这个建筑群呢真的是非常的大，完全是可以好好待上1整天的那种。那进入市区后呢，我们可以选择是不是要雇佣当地的导游，那他们会用英文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这边的一些故事。那我个人的经验呢，是我觉得这边导游的故事解说算是蛮不错的，而且还有人可以帮助你拍草，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棒的，那价格也很合理，所以我觉得不妨如果大家在预算上没有太多的限制的话嘛呢，可以试看看哦。那普兰巴南呢，与普罗佛图呢一样，都是建造于马达兰王国的，那完工于西元的9世纪。那这个时期的印尼呢，主要是以印度教跟佛教为主要信仰的。那整个建筑群呢，大概有250座寺庙吧，其中又以核心的8座最为重要。那这当中呢，又以其中的3座寺庙呢最具代表，那分别就是供奉着印度教的3大主神。破坏之神湿婆、守护之神毗湿奴以及创造之神梵天。那特别的是呢，这个建筑群呢，其实它在建造完不到100年的时候呢，整个寺庙群呢就被废弃了。那有一说呢，是因为当时旁边的这个莫拉皮火山爆发；那有一说呢，是因为内部的一些政治权力的斗争啦。刚刚提到普兰巴南的3座主要神庙里面呢，奉祀的是印度教的3大主神嘛。那在他们对面呢，其实就有对应的是3大主神坐骑的一个寺庙，那分别是湿婆神的神牛，然后毗湿奴的大鹏金翅鸟以及梵天的孔雀。那他这边呢，就和大家小小科普一下这3位坐骑的小故事吧。那湿婆神的坐骑呢是神牛，那又叫做南迪。它是一只白色的流牛。那在印度的北部呢，南迪被普遍认为是公牛，但在印度的南部呢，则被普遍认为是母牛或者说是乳牛。那一般来说呢，因为南迪它都是以坐下这个姿势示人嘛，因此具体来说是公是母呢，到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但南迪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背上隆起的这个肉瘤，也就是为什么刚刚会说它是个白色的流牛。那人们到这边的时候呢，常常会透过触摸南迪的这个雕像，然后来祈求平安顺心。And here's 2 ayahs. They're placed in front Shiva. Everything belongs to Shiva. Because Shiva is the leader. Yeah. So his boss. With beautiful lighting. 那毗湿奴的坐骑呢是大鹏金翅鸟，又叫做迦楼罗，是印度尼西亚的吉祥物，然后呢也被称之为印度尼西亚鹰。那相传呢，在过往有一对情敌，那他们分别是蛇的化身以及金翅鸟的化身，他们各自获得了一个许愿的机会。那蛇的化身呢，他许愿说要有1000个儿子；那金翅鸟的化身呢，则是许愿要有2个儿子就好了。但是他其中有一个儿子呢，必须要比蛇的化身的儿子们呢都还要强大。那在双方回去孵化之际呢，金翅鸟的化身呢有点等不及了，他就先打开了一个半孵化的蛋。那这个呢，就是迦楼罗他的哥哥，也叫做阿罗那。那阿罗那呢，就只能以这种半孵化的状态来诞生到这个世上了。这使得阿罗那呢就相当的不开心，他就反过来呢诅咒他的母亲，然后呢诅咒他说他将终身成为他人的奴隶。那随后呢，这个情敌有一天呢，一起来打赌一只马的化身，它的尾巴会是什么颜色？那输的人呢，就要永世作为胜者的奴隶。那化身呢，就猜说，它应该是黑色的。那金翅鸟的化身呢，则是猜马的尾巴应该会是白色的。那在答案即将揭晓之际呢，蛇的化身就命令了一些黑色的小蛇，然后附着在那个马尾上，那也假装是马尾。那这下呢，当然蛇的化身就赢得了这个赌注嘛。
于是呢，金翅鸟的化身呢就终身成为了蛇族的奴隶。那一日呢，金翅鸟化身的另外一颗蛋终于孵化出来了。那这个诞生的呢就是迦楼罗了。那迦楼罗相当的不满母亲竟然要作为蛇族化身的奴隶，因此呢，他决定要跟蛇族的化身呢做一个交易。那如果说他可以帮蛇族的化身取得天神的至宝，也就是不死甘露的话嘛呢，那众蛇呢就会还给他母亲自由。那金翅鸟呢，它的威力非凡哦，很轻易的呢就打倒了众神，然后就拿走了甘露。那在返回的路上呢，金翅鸟与毗湿奴相遇。那毗湿奴呢，想要把这个金翅鸟收为他的坐骑嘛，那他就跟金翅鸟谈条件。那与之交换的呢，这是金翅鸟呢可以从毗湿奴这边呢获得2项恩典。第一个呢，就是他不用喝不死甘露，他也可以永生不死。那第二个呢，就是蛇的化身的这个后代呢，将永生有世的呢成为金翅鸟化身的食物。那这也就代表了地上的蛇呢，将永远呢被金翅鸟所食。那这时呢，突然间神王就追击上了这个迦楼罗。那他呢全力一击呢，竟然只把迦楼罗的一根羽毛打掉。那这个时候呢，因陀罗就发现，哇，他没有办法单纯靠法力来取胜。于是呢，他就跟迦楼罗来谈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呢，只要这个不死甘露呢有一天被放到地上，那这个因陀罗呢就可以将这个不死甘露给取回。随后呢，因陀罗呢就放过了迦楼罗，而迦楼罗就把这个不死甘露呢交给了蛇族。然后呢，蛇族也如愿的释放了他的母亲。但是呢，迦楼罗呢就欺骗了蛇族，跟他说，你要达到长生不死，不只是要喝下不死甘露，你还要先沐浴净化之后呢，再服下这个不死甘露才有效。那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蛇族就让迦楼罗把不死甘露先放下，然后呢自己就赶紧去沐浴了。那就当迦楼罗放下不死甘露后呢，因陀罗就突然间出现，然后就把这个不死甘露给取回了。那最终呢，金翅鸟的化身呢，他就获得了自由嘛。那吞神们呢也取回了甘露。但是呢，蛇族呢最终却是一无所获。好，那最后呢，就是孔雀是那个梵天神的坐骑嘛。那不过关于他的故事呢，这边就比较少传于后世了啦。那在坐骑神庙的对面呢，其实就是3大主神的神庙啦。那其中中间最为雄伟的呢，就是湿婆神的神庙了。那这也凸显了后世即便认同印度教的3大主神，但在信仰上面呢，他们仍然是以湿婆神为准的。那这个背后呢，有一个故事呢，可以与之呼应。那相传呢，有一天毗湿奴跟梵天起了争执，他们在讨论谁应该是更加值得被大家所憧憬的。就此呢，他们争论不休。那在他们面前呢，突然间出现了一根火柱，那熊熊的火焰呢，好似要燃烧了整个宇宙。2位大神呢，见状呢，就开始决定要去寻找这个火柱的来源。于是呢，毗湿奴呢就变化成了一只巨大的野猪，顺着火柱呢向下探寻了1000年。而梵天呢，则是变化成了一只天鹅，然后呢，顺着火柱向上寻求了1000年。但是呢，2个人呢探寻了1000年之后呢，仍然没有达到火柱的尽头。最终呢，他们才发现，哇，原来这个火柱呢其实是湿婆神的邻家，那也就是湿婆神的生殖器啦。那这也就侧面书写出了湿婆神的伟大。好，那梵天的形象呢，一般来说是4颗头、4张脸、4只手臂。那他的配偶呢是智慧女神辩才天女。那这个智慧女神呢，其实是由她自己本身的身体所幻化出来的哦。那梵天呢，虽然说他在印度教的地位呢逐渐松动，但是呢，他在佛教世界里面呢，仍然有非常强大的传播力哦。大家平常所熟知的这个4面佛呢，正是以梵天为原型的。那他的老婆呢，辩才天女呢，则是一样在佛教界有非常大的知名度哦。前阵子我们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呢，在很多寺庙呢都可以看到了辩才天女的踪迹。那这其实呢就是取经于梵天的老婆。那泰国呢非常知名的4面佛嘛，则是源自于梵天。那这也是让我感觉到了每次到世界各国旅行的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总会默默的发现许多文化总在不经意之处呢悄悄的连接在了一起。好，那毗湿奴呢，则是常以这种蓝色的皮肤的相貌出现，然后呢，一样拥有4只手臂。不过他4个手臂呢，分别拿的是非常著名的法器呢，包含了3件神轮啊，然后法螺、莲花以及他的金刚杵。那这个呢，背后有一些相应的故事，未来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呢，就是湿婆神的神庙了。那它跟其他2位神奇的神庙有非常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呢，这个神庙里面呢有4个窟，然后这4个窟里面呢都分别供奉了与湿婆神非常有关联的众神们。那进入湿婆神的神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它的浮雕呢非常的精致。那里面所讲述的故事呢，就是罗摩衍那。那在之前的影片里面的时候，我们跟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罗摩衍那的故事，并且我们在巴厘岛呢一起看过以罗摩衍那为本的这个活物。所以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嘛，或者说想要知道罗摩衍那的故事的话嘛呢，赶紧点击画面的右上角跳回去吧。好，那其中的一个呢，就是湿婆神的妻子，叫做南静母。那传统上呢，南静母呢被认为是这个雪山神女的其中一个凶相之一。那形象上呢，是拥有10只手、3只眼睛。另外一个呢是湿婆神的其中一个化身，叫做头3仙人。Shiva is the great teacher. Shiva is the professor. Yeah, with mustache. Very big belly. Mustache symbolize wisdom. Big belly, wisdom, knowledge, and well-being. Right side with rosary. I taught you rosary, rosario. Left side holy water. Every religion believe holy water. Christian come to the church by water. Muslim to the mosque by water. Hindu to the temple also by pure water. They call it Kamandali. In Christian they call it Aqua Baptista. The rest of this is Trident. They symbolize Brahma, Shiva, Vishnu, creator, destroyer, and protector. They call it Trinity. Christian they call it Trinity. Buddhist they call it Triratna. Statue is south because it is starting from the North India to the South India. Southeast Asia. But look at the face, not look like India, not look like Java, like who? Chinese, yes. You know Guangdong? Yes, I know. Look like. Oh, yes, yeah. But this is not Guangdong. Just look like. Yes, it looks like. 以及最后一个呢是湿婆神跟雪山神女的儿子，就是象头神。那最后呢，当然还要有湿婆神的本尊嘛。那他基本上呢，常常是以这个4臂3眼的形象来示人。好了，那关于印度教的神话，因为实在是太丰富，有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在这边呢，就先不深入展开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嘛呢，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之后有机会呢，我一定做新的一集的影片来跟大家做分享。Symbolize of Linga. Linga symbolize of milkman. And then on the statue, this is the lotus. Lotus, this is the holy flower. Because lotus, they can live in the water, they can live in the earth, they can live between water and earth. Buddha statues, Hindu god standing seated by lotus. And this is the square. The golden snake, symbol of Yoni. Yoni is symbol of the female feminine. So take the concept male and female completely, symbol of the fertility. And stop for this is the lotus. The lemon is the citron lemon. Seed of the cosmos, macrocosmos. So he is the leader. The leader must be master of the world. People carry rosary, people remember the God for worship. The Latin they call it Chamara. Chamara is lion, symbol of the destroyer of evil. By destroying the highest I told you, the destroyer of evil, want to make it be good character protected by Shiva. So that's what we call it Mahadeva. This is also for here. This is from eye. Yeah, this one. Eye. And this is Cobra. You know Cobra symbol of the eternity. And this is Tiger. So you become Shiva from the Tiger Shiva. The first damage is damage and damage. Completely damage. But if you think, yeah,
结束了这个主要佛寺群的这个参观后呢，千万不要忘记去探索其他区域哦，因为这个寺庙群真的非常的大，其中呢还有3个呢佛教寺庙呢非常的经典。那今天呢就让我先停留在这边，那下一集呢我们再持续的去为大家探索普兰巴纳建筑群里面3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建筑，以及呢再为各位补上在日惹市区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些历史文化景点。那更多深入的冒险故事呢就在吉米的频道，那如果你也不想要错过的话嘛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我还有IG可以追踪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